红灯闪烁，徐凯与田曦薇背后的秘密。夏日的荧屏从不缺少喧嚣，但真正能在第一时间点燃观众心火的作品却是寥寥无几。那一刻，当红灯闪烁，夜色骤然沉静，徐凯冷峻的身影仿佛利刃般划破长空，而田曦薇却在同一画面中露出柔和而坚定的微笑。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瞬间窒息，它不只是视觉的冲击，更是心灵的震颤。观众们一开场便被牢牢吸住，毫无退路，仿佛所有的故事都将从这一眼开始。长安的幻境与迷雾。盛唐长安是繁华与诡秘并存的舞台。白日里，方士喧嚣，人潮如织，琴瑟之音与叫卖声交错成歌。夜幕降临，灯火如血，鬼市悄然复苏。红灯摇曳间，幽魂似乎与凡人同行，现实与虚幻的边界模糊得让人心惊。观众仿佛跟随角色穿梭在白天与黑夜的交替中，在真实与幻象之间寻找答案。长安不仅是背景，更是贯穿全剧的灵魂，它让人们意识到，现实中的我们或许也在日夜之间切换不同的身份，过着双重的人生。梅竹雨的孤勇。徐凯饰演的梅竹雨是冷峻与坚毅的化身，他的眼神中透着不可言说的孤独，那是一种若无人手，我便独守的信念。他并非高高在上的英雄，而是一个背负责任，明知前方荆棘却依旧执剑前行的孤勇者。他的冷峻正是责任的重量，他的坚毅正是信念的火种。观众在他身上看见了现实中每一个在困境中仍坚持守护的人。或许我们不是梅竹雨，但在某个孤单的深夜，当压力逼迫到极致时，他的身影会提醒我们，即使孤单，也不要放弃。吴晨的双重身份。田曦薇塑造的吴晨之所以打动观众，不仅是因为他在镜头前展现的华美与果敢，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现实隐喻。白日里，她是明朗自由的公主，举手投足间都带着无所畏惧的洒脱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为她而明亮。但夜幕降临时，她却必须戴上冷峻的面具，化身猫王，在黑暗的世界中以另一种身份守护平衡。这种双重身份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许多人，他们白天是笑容满面的同事、朋友，扮演着坚强的角色，但在夜深人静时却要面对孤独与压力。田曦薇用笑中带泪的表演，精准传递了这种复杂的情感层次。她的存在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勇敢并不是摆脱恐惧，而是在心碎与困境中仍选择挺直脊背，继续前行。她的故事正好映射了无数现实生活中的白天战士、夜晚孤独者，也让观众在其中找到了共鸣。冲突与对立。梅竹雨与吴晨之间的关系是剧集最令人揪心的看点。他们的对立不仅仅是身份的冲突，更是两种世界观的较量。梅竹雨的世界以光明为信仰，他的原则冷酷而坚定，容不得妥协。吴晨则游走于白天与黑夜之间，他自由而果敢，既守护秩序，也敢于打破规则。他们的相遇就像火与水的碰撞，彼此吸引，却又彼此排斥。观众在他们的互动中看见了人性深处最真实的挣扎，是选择责任还是追随欲望？是坚守原则还是拥抱柔情？这种矛盾的存在不是虚构的戏剧冲突，而是真实人生的映照。多少人曾在感情与责任之间踌躇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。正因如此，当观众看到两人靠近却又彼此防备时，心中会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共鸣。那是一种来自生活的痛感，也是最真实的人性挣扎。迷雾中的棋局。剧情的发展如同一盘精心布局的棋局，每一步都暗藏玄机。蝙蝠要袭人的案件看似只是吓人的开端，却逐渐揭开更大的阴谋。随着调查深入，观众才发现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是未来风暴的伏笔。吴晨在夜宴中以身犯险，那一刻，他的果敢不仅仅是角色的选择，更是演员传递出的情感共鸣。当面对未知的危险时，我们是退缩还是勇敢迎上？这种悬疑氛围不只让人屏住呼吸，更让观众带入其中，
仿佛自己也成了暗中的一员。我们在追随角色的过程中，既体验着恐惧与心跳加速，也在内心深处进行着自我拷问：如果换作是我，是否有勇气去直面那片迷雾？这样的剧情设计，不只是解谜的快感，更是对人性和勇气的深层探讨。正义的解读，剧中所展现的正义，远远超越了善恶对立的浅层理解。吴晨在面对背叛者时，并没有选择最直接的刀剑对决，而是以智慧与冷静揭穿真相。他的做法告诉观众，正义并不总是伴随着血腥和牺牲，它也可以是一种冷静的坚守，一种不动声色却让谎言无处藏身的力量。而梅竹雨的坚持更令人动容，他并非为了荣耀或名声而战，而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份无法动摇的责任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背叛与不公，而这部剧让我们看到，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只要不丢失内心的清醒与善良，就依然能守住属于自己的光。这样的正义观打破了观众对传统英雄的依赖，也让人意识到，真正的力量或许就藏在自己心里。它既是荧幕上的启示，也是生活中的指引。视觉的极致盛宴，作品的美学设计几乎可以用震撼来形容。吴晨的12套华服，每一件都色彩浓烈，工艺繁复，仿佛是一段古老历史的延续。观众在他的身姿摇曳间，感受到的不只是视觉享受，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仪式感。而鬼市的场景，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又无法移开视线。红灯摇曳，阴影浮动，似乎每一个角落都潜藏着未知的危险。那种浓烈的氛围，不只是营造紧张感，更让观众感到自己仿佛也置身于这个幻境之中。视觉上的奢华与细节上的精致，共同把剧情的张力推向极致。很多观众甚至在社交平台上逐帧截图，只为再次重温那种扑面而来的冲击力。可以说，这不仅是一场故事的体验，更是一场艺术的盛宴。它证明了一部作品不仅可以靠剧情吸引人，更能凭借视觉与美学牢牢抓住观众的心。妖物背后的悲欢，剧中的妖物并不是冰冷的工具，而是有着血肉与情感的存在。他们有的憨态可掬，有的却背负沉重宿命。他们提醒观众，所谓异类，并非天生邪恶，他们同样有悲伤，有追求，有柔情。正因如此，在紧张的节奏之余，观众常常被这些小小生命打动。网络的狂热，自开播以来，这部作品点燃了整个网络。弹幕与评论区里，观众争相分析剧情，推测真相，有人逐帧截图，有人绘制思维导图。它不再只是单纯的剧，而是全民共享的文化事件。观众的参与感让它的热度不断攀升，也让每一集都成为全民的期待。共鸣与投射，梅竹雨的孤勇让人看到现实中独自坚守的人，吴晨的双重身份让人想起自己白天与夜晚的切换。观众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，这种深层次的共鸣让它超越了娱乐，成为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，成为爆款的必然。为什么它能在首播即爆？因为它不仅满足了观众对悬疑、奇幻与爱情的渴望，更触动了人心深处对勇气与温情的渴望。当一部作品既能带来震撼，又能给予慰藉，它注定会成为爆款。它的火爆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对未来的憧憬，随着剧情推进，观众对后续充满期待。秘密何时揭晓？命运将如何交织？每一个未解的谜团都是推动热度的动力。观众被牢牢牵引，等待下一次心跳加速的瞬间。灵魂的旅程，归根结底，这是一场关于信念与勇气的旅程。它告诉观众，无论黑暗如何汹涌，只要心怀光亮，就不会迷失。徐凯与田曦薇用细腻的表演为这段旅程注入灵魂，而观众的热情正是他最温暖的回应。总结与心声，这不仅是一部剧，更是一段心灵的洗礼。它让人明白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外表的强大，而在于内心的坚守与温柔。每一帧画面，
每一段对白都像是一记轻轻的敲击，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感谢你能耐心读到这里。如果这段奇幻而震撼的旅程同样触动了你的心，请为这篇分享点个赞吧。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受，你是否在梅竹雨或吴晨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？别忘了点击订阅，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让人心潮澎湃的内容。